《炫彩天空之梦》的音乐重制工作是在2023年初就和石林叔叔一同策划了。作为游戏复更后的小惊喜，这首曲子承载了太多心绪，时隔多年的遗憾，今天终于得以圆满。那在正式定名《天空之梦 Chamber Remix》之前，我曾考虑给关卡附上一个新的名字，叫晨曦之梦。因为这关它本身就是那种粉粉的，很有一种少女的感觉，然后也比较像是晨曦的那种比较温暖的暖色调的感觉。但是后来在与天师深入交流之后，了解到天空之梦这个名字其实承载着一份特殊的纪念寓意。我们考虑到这层寓意的重要性，所以最终还是保留了设计师的这份初衷。在确认主题为温暖、梦幻与童话后，我首先想到的是巴洛克时期盛行的室内乐作品，其细腻的动态变化和中世纪旋律特别吸引我。在最初选择 remix 的风格正是这种形式，但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，我决定融合现代室内乐的基底进行创作，但仍保留了标志性的巴洛克乐器，例如羽管键琴、鲁特琴和室内乐编制的弦乐组，随后通过钢片琴和木管乐来烘托梦幻的氛围。利用打击乐器让关键段落显得更加的震撼，希望能将巴洛克音乐的精致与现代室内乐的新颖感相互融合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听觉体验。主题变奏是发展旋律、丰富音乐表达中的一种常用创作手法，在《天空之梦 Remix》的旋律发展中，始终围绕着主题变奏这一传统作曲技术，通过改变主题的节奏、音高、配器等，进而实现更加饱满的情绪表达。在《天空之梦 Remix》的开头中，就采用了卡农最基本的轮唱，而卡农又可以视为变奏的一种形式。这种作曲方法的精髓就在于声部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模仿，对位形成。困难呢，其实主要是两方面，其中一方面呢就是音乐的制作这一方面，这一方面呢是小陈来做的。在我这方面的困难其实就是和官方的沟通，因为在跟官方说给这个炫彩天空之梦换一个新音乐的时候，我要如何去说服官方。那么其实从官方的角度上来说，对一个已经发布的关卡进行音乐重置的话，如果最后的反响是负面的话，我们的投入就白费了嘛。但是因为我本身我也是个玩家，我也是知道这关在出的时候玩家的反响是怎么样的。那么这次复更之后呢，我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，也算是给玩家的一个礼物。因为 DL 之所以能够走到现在，就是因为有玩家的支持和陪伴，所以我认为换音乐对玩家是一种补偿与回馈，也希望玩家能够在之后也一直的能够喜欢 DL。 在制作这期幕后视频的时候，我也找到了本次 Remix 图标的设计师仓鼠，让我为他转达一下 Remix 图标的幕后创作故事吧。一开始创作彩梦 Remix 图标的时候，其实是一片迷茫的，难以决定使用何种设计风格来制作本次的图标。在经过设计稿的不断迭代，深入研究其他 Remix 关卡的图形造型风格，整理这些类似的共同点之后，结合彩梦关卡，提炼出了设计的主要元素，将室内乐的小提琴结合关卡结尾的五线，创造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彩虹背景，以呼应游戏关卡的音乐和关卡风格。其实我认为在 DL 的 Remix 中，变调和变数并不是 Remix 的一个必要元素，
更倾向于根据音乐想表达的核心情感来做出决策。E大调通常被视为一种明亮、积极且充满活力的调式，它的音色清澈且富有能量，能够传达出一种阳光、豁然开朗的感觉。Lucas 在原曲设定的这种调性和 BPM， 其实非常契合我对室内乐 Remix 想表达的情感氛围了。然后关于这一方面的话，因为我是不懂音乐的，准确来说是对音乐这方面的术语不太了解，所以我在和小陈交流的时候都是说的大白话，也请大家不要介意啊。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城堡段有一种忧伤的感觉，因为当时小提琴是比较低的，但是我认为这一段是整个音乐的高潮，它的感觉必须要起来，它必须是一个激昂的一个部分。所以那怎么让它激昂？一个就是当那个游戏里的视角拉远的那一刻，也就是豁然开朗的那一个点，它的对比必须要明显。那么前面呢是做了一些改变的，对于后面呢就首先尝试了把小提琴提高了一度，然后那个感觉瞬间就出来了。再然后呢就是增加了一些配器，然后让这一段的感觉更为的丰富。我提的建议其实就这些了，一些细节的部分呢，就是小陈又经过了很多次的雕琢，最后呢就是呈现出来的这个样子。这次音乐的创作初衷其实就暗藏在更新公告的这份寄语中。小陈希望这个新的音乐不只是捕捉了游戏中绚丽的景象，更能承载着对所有无线玩家想表达的深意，是希望晨曦之梦彼岸的玩家们，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，都能不被昔日的遗憾和未来的担忧所束缚。记忆深处的清甜苦涩都是无尽的价值，就在生活的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吧，享受只有自己独有的那份美好。这组音乐创作中，每个音符都代表着丰富的情感。我希望将这种情绪融入到音乐中，给玩家一种如初升的太阳带来的希望和新生，以极为华丽的情感成为旅途中前行不息的动力。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这份礼物，愿这首曲子能给大家带来追寻梦想、探索生活中每一份美好和希望的力量。